好的，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啊，直接开始吧啊，来自于我们 XQ5个9啊，这个人呢好像也是一位主播啊，这个好像也在斗鱼播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看没看到过他啊，但这个高手呢，他确实也是玩这个《三国战记2》啊。把全人物的一币就是打这个都出来了，就是咱们这个版本呢，首先是100的轻版，它并不是所谓的原版啊。当然在这里呢，好像你听起来好像像贬义词似的，其实不是啊。因为正常的原版呢，很多人玩腻了啊。最早呢，有很多什么叫什么纯键盘流啊，还有很多小狼的小伙伴都玩这个游戏，就背板也好，怎么样也好啊，就是游戏也变得非常简单了。而呢后来呢，咱们加上这些改版啊，如果说你改版的话，就不一样了。啊，这改版的话呢，它不仅把游戏的内容丰富了，而且呢剧情也丰富了，再加上了很多特色的道具，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屌。它屌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咱们现在啊玩的是应该是《三国志2》的一个挺有意思的版，就是100的轻版啊，大家伙都知道有这个什么106版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玩。然后这个100版呢，然后轻版，因为轻这个字呢，一般在街机当中就是属于那种啊，说白了就是那种。把未来的这个游戏，就比如说官方更新的新版游戏的功能加到这里面来，而俗称为这个轻版啊，其实也就是改版。然后在这里面呢，它这个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数字显示的这个士气管，是吧啊？因为有这个效果，看起来也挺逗的。那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解说这个视频，但是游戏的内容大体上是没有变。而咱们这个 XQ5个9呢，之前我也是解说过它很多视频。这个版本目前为止呢，它是打那个一命的话是张飞和貂蝉出了，其他的都是一币，但是它是限制流玩法，好像神器不让用，还不是什么的啊？因为这个版本呢，它神器的话，正常是在《三国战记2 P》里面有这个4大神器，但是这里面神器的那个内容不一样。比如说朱雀神器呢，大体上很多人玩过人都知道，应该是属于补给品。比如说你放了个朱雀神器就有补给了啊，这也是唯一在神器当中可能不进的啊。因为这个游戏呢，补血呢还是尤为重要的啊，对吧？因为费血还是很多啊。那个是血管吧，兄弟们啊，挨打的应该是血管吗？我也不太清楚，这个096071这个啊是血管，兄弟们啊是血管。你看刚才血杀的时候就废了一点，不是士气啊。那咱们慢慢就了解了，就是但凡做一个职业的游戏解说，虽然小狼玩的肯定是面啊，但是呢适应能力特别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啊，就是赖。好，下后蹲，这里面很多人问为什么天还不亮，然后呢还不跑？这里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你看这个版本呢。首先，咱们感觉有点像1v4版本一样啊，因为这个小兵非常的多，你们打小怪，然后这小兵那么多。好，你看 BOSS 底下也有他的血量了，看没见？啊 ，BOSS 底下也有血量了。然后刚才很多小伙伴说让声音大一点，好，我给他加一下这样的话声音应该是很大的。血管减半，然后咱们的血管也要废啊，就是你也要血管减半的。然后呢，咱们就会把它勾引到这个博望坡来。如果你想要获得完整的剧情是这样的。剧情完整一定要玩这个《三国战记2》，如果你玩2 P 的话，它剧情是不完整的啊。就这里面，比如说包括像什么华容道多少降将啊，不是降将去了。比如说华容道这个多少王啊，就是多少个 BOSS， 再加上有很多特殊的，就是一环接一环。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打好，那么接下来可能你就玩不了了。比如说现在咱们走这个路线是要招降他，你要招降他的话呢，咱们就得正常玩，然后一会儿呢用他呢可能。跟什么夏侯渊呢，或者说跟一些特殊的人物啊，就有一些沟通，咱们就能获取这个获取一些这个任务啊。好，看看上来就给威灵仙衣服的话呢，有一个锁子甲啊。好像很多人看不明白，说这个必杀是分等级的 ，LV1、LV2、3、4，然后还有那个像军师还能吃那种像那种卷书似的。然后这个呢，它的设定呢是吧？就是军师能吃，武将能吃那个闪电雷那个东西，但是军师就吃不了。好，第二关叫祭息新野，所有的它这个版本调出来好像是繁体版啊，它这是繁体字版，你看没看见大伙儿？张飞也是繁体字，然后字幕也是繁体字的。好，选择放火去烧这个密室的话啊，我好像没记错的话，这个密室应该是。烧了才能进，而你玩2 P 的话是不烧才能进，它不一样。而且你还要把所有兵打死才能进。而那2 P 的话呢，你不烧的情况下，你不能把所有兵全打死了，否则进不去了。
好，看看刚才前撞，然后借着这个前撞还能撞到那个右边那个石板啊，能撞到这个石板。好，开嘴了，然后再反过来顶。掉下来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青龙偃月刀。这个青龙偃月刀呢是关羽吃的。很多人说那关羽怎么吃啊？你要走进去，等他那个刺儿，对吧？一顿扎，你走进去之后呢，自动把刀就捡起来了。当然，这个你说张飞为什么不拿呢？因为张飞拿不了啊，他这个人不让拿啊，没办法。但是如果说很多模拟器可以通过金手指的方式啊，它可以通过金手指的方式呢，然后强行让你用那个人的武器，尽管呢他的那个贴图还是本武。比如说你放那个带冰属性的这个冰扇吧，就是那个天罡劈水扇。但是你如果用那个扇子的话呢，你是可以用完之后你也是冰属性攻击，但是你不可能像张飞拿个扇子啊，它不是那样的啊。好，看看这个版本能多解说吗？慢慢来呀，别着急。咱们做直播啊，就什么都不差。其实大多数很多人呢，就是在听小狼逼逼的同时呢，又有强烈的画面感。这是我相信啊，很多狼粉啊，喜欢我狼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让我干说，有些人也不适应啊。干说也确实是借着这个游戏的画面，你讲点什么事儿就比较好。相信你，包括还有很多网上做那种就是视频的人，他们做视频，然后呢，他们明明在给你灌输一个他想表达的概念。比如说他给你讲啊，评论一些时事啊，一些社会人文现象，或者讲历史说故事，他必须背景要配一点这种什么影视作品呐啊，比如说给你讲时事，就得给你放一些什么有点相关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比如说像车水马龙啊之类的，像那种你比如说新闻栏目也是，咱们讲这个新闻栏目，比如说讲这个什么疫情期间啊，咱们这个主播啊主持人讲。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如说美国现在的这个疫情啊，怎么严重啊，已经到达了2000多万的这个确诊数量。这个时候呢，背景可能就是美国各大城市啊，纽约呀、华府啊、什么休斯顿啊等等啊，乱七八糟的啊这些地方，然后一些人有戴口罩的，没戴口罩的什么的，就是吧，他就得配画面。你听小狼解说，小狼说我跟你讲三国，你说就搁这干讲，可能也差点。咱这也不是与这个最开始那个不是像咱们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啊，以前的媒体非常单一，很多人听体育节目都得是听那个广播。大家伙看过叶问啊？叶问2里面这个叶问去打那个拳王啊，打那个拳王啊，那个拳王非常狂啊。叶问打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现场去不了啊，他只能听那个广播啊，有听这种就是类似于像那个。就是咱们车里面听的那种，就是交通 FM 什么90几点几那种，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或者有一些那个，比如说那时候宋世雄，咱们解说中国女排啊，解说一些体育节目啊，他为什么解说的那么激情，声情并茂的啊？现在换到我方队员发球，一个发球发出去，他把每一个地方都给你讲，就跟念招似的，跟咱们现在念招似的。他为什么那么讲？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呢，很多人也是听收音机。他没有电视看，对吧？所以说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个打小兵呢没什么好说的。这个100轻版全危难度，你看起来这个小兵的数量非常多，我严重怀疑啊，所有的改版啊，就是为了折磨这些高手的。其实本来也是，你说这个游戏呢，对于高手来说，它都已经简单到说难听点，闭着眼睛可能都能通关啊。但是呢。就得恶心你，就得让你变得非常难啊！所以说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加强。你像什么恐龙快打呢，无双版很难，然后呢，这帮高手呢现在也不难了，1v3版又不难了，然后又改了啊，叫什么呢？啊，什么斗神版啊，魔神版，整的那个就一刷怪物，他妈可能满屏幕全是小兵啊！你就是加上 BOSS 恐龙啥的，就看起来就非常讨厌啊。但那些高手照样有的时候也能打出一臂通关、一命通关的。是很，我画面下的字幕改一下啊，好啊，你说的是我摄像头的字幕啊，《三国战记2》100轻版本啊，100轻版，张飞一命啊，这个可以了吧啊？啥时候能恐龙快打？我这2天经常说呀。恐龙快打 GD 不是破纪录了吗？18分钟01秒钟，我前几天就做过了。然后现在呢是，昨天做的是黄帽，也就是穆斯塔法
然后再往后呢就可以做那个汉娜和白人。但是呢，其实啊也没啥说的。速通的话就是20分钟左右，然后你你做完了之后，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啊，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没想到大家伙一直在这里听我老师解说，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要是唠大保健，屏幕还得放相关内容。你想让我封，对吧？你想让我被直播间被封，你就直说，好吧？啊，你想让我直播间被封，你就直说。好，这个地方很多人说小狼啊，他为什么放这个夏侯惇，然后把这个白河给冲爆呢？这里面要跟大伙说一下啊，不是说他不想冲，他那个他没有2级武器啊，他没有2级武器，或者说是1级武器，也就是说，比如说。本武呢是0级的话，那么就是1级；如果本武是1级的话呢，就是2级武器。他没有张拔蛇矛，他就不能打啊，应该是这么说啊。但是也不是啊，也不是说没有2级武器就不能打。如果按照那个三国战记2P 的设定是这么设定的，如果要是你没有2级武器，你可以用一些招式打，比如说张飞的狂风式啊，比如张飞的狂风式，他就按理说是能打的啊。飞旋风刃啊，好，接上来一个追地，用这个神龙摆尾的必杀也能追地。好的，又是一个地雷阵。张飞这个阵啊，我觉得最狠的就是这明明是水呀，你站在一个清澈的小溪里面，你一个阵就能把兵 BOSS 全都震死。这个设计呢，我能理解，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溪里面是不是得有鱼呀？里面是不是得有鱼呀？3花5罗18子啊，是不是？什么折罗啊什么的啊，3花呀，奥花扁花什么，然后18子柳根子老头子，还有什么鲫鱼瓜子啊，什么穿钉子啊，是吧？这些鱼，他这一阵，我感觉整个这条小溪里的鱼全嗝了。我实话实说，他是如果说大家伙饿了啊，你看张飞他带兵，为什么张飞带的兵呢？就非常。跟张飞关系好啊，是吧啊？但是张飞老打他们呢，就是他们吧，就是一到说我们去露营吃饭，啊，这小兵呢就不尽力，没办法呢，只能让张飞亲自出马，然后拿脚一跺，啊，方圆100里的动物全死了啊，小动物什么的啊，然后想吃鱼了，就去水里面跺一下，是吧？咔这么一跺，这么一撩，你会发现这鱼就有了，是吧？烧火做饭。非常厉害啊，这个人啊，当然比电鱼都猛，相当猛了啊！你想，你像曹仁，就是他不仅说是人类，而且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武将，都能被他震倒。这时候呢，如果说现代也是啊，如果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把那个日本那个大门五郎叫来，然后练一个升龙拳，就是那个地雷阵，如果让他去水里面，咔这么一震，是不是啊？也能开饭了。啊，也能开饭了，对吧？比如说咱们去海边，很多人说小拉那海边那个啥有那个海肠啊，那烟台的，然后吃什么海蛎子、生蚝什么的，说我整不了，咋整啊？就简单呐，大门哇，对吧？这么一震，哎，就可以收割了，相当的赖啊。好，孤军前往长坂坡，这个路线走的都不是常规路线啊。很多人说，哎，不对呀，小狼，白河不是常规路线吗？长坂坡不是常规路线吗？玩《三国战记2》跟这个2P 还真不一样啊！大多数玩2的都是要走，哎，都是要前往江夏救兵啊。当然啊，也分人物啊，当然也分人物。比如说选诸葛亮的话，肯定是要去江夏的，要无火神焰扇没了啊。但是呢，哎，你正常要走那个树林的，而不是走白河，反而反过来了啊。红丸雷光拳电鱼，雷光拳不行啊！雷光拳他往水里面，他都把自己电了。他得穿上那个绝缘的那个靴子才行，要不把自己电了怎么说啊？那就是说自己发的电能电到自己吗？当然能了。那你说红丸跟雷电夏尔米俩人打，那怎么的？我电你不费血呗？就是啊，那也照样费血啊，是吧？这必须的啊。比如说大家伙对吧？你想吃这个走兽，想吃这个海鲜，想吃河鲜，找张飞，找大门五郎啊。那如果说你想吃那个飞禽怎么办？那在天上你震不到了怎么办？大蛇。啊 ，Overwatch， 啊，阳光必杀，对不对？这一手阳光必杀，那管你什么天上的飞龙啊，什么的家巧啊啥的啊，你去美女烤羊肉啊，美女烤羊肉就完事儿了，白扯啊，就直接整死啊！
不把我阿波波放在眼里，阿波波也是啊，也是地雷阵，但他那个阵吧太狠了，他们把鱼震碎了那个啊。人咱阵主要是为了把鱼震晕，他倒好把鱼直接震碎了，那一顿锤呀啊！阳光都烤糊了。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啊是怎么说。这里面这些小兵呢，不要小瞧啊！很多人说小兵我冲过去啪啪两下，真不好冲。好，这糜夫人长得是真丑，我实话实说，这。正常啊，这个刘备的这个糜夫人啊，就据曹操所讲，是真的挺好看的，啊，曹操也确实没动刘备的夫人啊，曹操一般都非常喜欢人妻，对这个糜夫人的评价非常的高啊，甘夫人也不行，你看那个日本人做《三国志》那个游戏里面，对吧？那个也是长坂坡那个跳井的时候，你看那个跳井，那个糜夫人，那真的，我说句实在话，那2次元的美女。对吧？相当漂亮。你刚才那个糜夫人长得有点，我实话实说啊，你说你可能不相信，真的有点像我家邻居她大姨妈啊，像我家邻居她大姨妈，黑不溜秋，来的。好，正常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跳上去，然后那个有个那个丈八蛇矛有对吧？但是这个不是那个版啊，你整错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看看接下来出的这些兵啊，一个兵一个兵的啊。曹操觉得好看就是有身份加成啊。好，张合，我操，这个轻版张合他妈的4管血啊！看这个也就是1000多少滴血，1400滴血是吗？好，他的想法是先把张合搞死。这个张合绝对是玩这个自由体操的，真的。这张合这托马斯旋旋玩的挺好，而真的很厉害啊。好，直接一个阵啊，然后这就直接把这个孟获吓跑了。孟获说：“我操，这逼干不过他啊，这逼啊，这逼我说实话，我感觉我就是他的，对，真的，我的战斗力只有6000，他最起码1万以上，对吧？他真的很害怕。张合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被张飞克啊，在这个三国这个演义里故事里面讲，就是真的这个张合面对五虎将的下场只有一个字，就是惨。”但这人是真能活，大家伙知道啊？我这么跟大家伙讲吧，啊，比如啊，咱们说譬如，哎，就譬如说啊，譬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张合就代表咱们现在的拳皇，比如说现在拳皇我狼啊很厉害啊，但是呢，3线顶尖啊，你大概啊就举个例子啊，然后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干到了2线顶，但是还是1线90来个，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啊，有不玩的，有退役的啊，有那个。比如说，咱们不是丧嘛啊，咱就是架空的历史啊，不是说丧嘛。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得病去世了啊，有的人出车祸了，有咋地的啊，总之就全死了啊，哎，全死了，就剩你了，你看无敌了，啊，无敌了，谁也打不过你了啊，对吧？就像张飞似的，你就，对不对？你就是无敌了啊，或者是这么理解啊，这个后期呢。这个，比如说前期张飞，像张飞啊、赵云啊这帮人啊，你跟他对线，你没有优势，你知道吧？啊，人家出门对吧？自带这个，人家出门自带那个就是150，就是150的铭文啊，就是这铭文就是满的啊。然后人家百川都是百川，然后或者说是肉铭文什么的，反正你打是打不过。你呢不仅没有铭文，而且你这个人物呢前期本身就弱。但是呢，经过这个游戏长时间的游玩之后。啊，你6神装了啊，并且呢，你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符文啊，也就是这个铭文给攒齐了啊，你已经那个百川铭文了，或者说你如果是法师，你就是对吧，88那个穿透法穿啊，或者说是什么啊，怎么都行啊，就是什么轮回什么的啊就满了啊，你加6神装，复活甲都出了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你打不过我了，我这个人物加成厉害啊。到后期我一套招就秒你啊，也可以啊，可以理解。你看，我记得我当年玩的那个游戏叫《梦三国》，是一款 MOBA 不是 MOBA， 其实就是对抗类游戏啊，就是咱们现在就跟英雄联盟差不多啊，是 PC 端的。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玩过的。那里面就有一个传说中的叫什么，叫张合的人。这张合就是绝对的后期，我还记得他的技能是
啊，一技能是撇出一个是东西，然后那个有一个像彩虹似的啊，你走到上面有那个移动速度加成，还不是什么的啊，可以撇到人。然后二技能是什么我忘了，大招呢是可以放出很多分身，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分身变成真身，然后就是在每一个人身后有一个张合，都是假的，是影子。但是呢，你想选择哪个是真的就可以选择，我记得是这样的啊。啊，刀塔里的幽鬼。刀塔我没玩过，我从来都没玩过，一把都没玩过。就不英雄联盟我还玩过几把啊，我玩过什么深海泰坦，什么炼金术士啊，还有他就刚上来只能让你玩的那个射手那个女的啊。好，看看，有的时候该用人参不磕碜啊，你这个游戏没有补肯定是不行的，兄弟们啊，确实不行的。一会儿玩梦三国，对，抄袭是抄袭。梦三国吧，我觉得首先他那个公司也没啥名气，然后大公司可能也没收他，或者是收了之后呢，他不想被并购，啊，他想自己玩大，然后呢，就现在也有人玩啊，但是肯定就不是什么热门游戏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现在最热门的游戏 PC 端，我不敢说，但是手游还是王者荣耀吧啊。好像还是王者荣耀，就尽管英雄联盟手游好像也出来了吧，或者说是英雄联盟手游，或者说是那个还有其他的手游，但是目前来讲好像还是王者荣耀。好，这里有密室，咱们走的是吴国路线。走吴国路线的话呢，肯定是要进吴国密室，然后从吴国密室里面呢拿到方天画戟，这样的话这个张飞就圆满了。啊，张飞呢可以拿方天画戟啊。其实你们发现啊，做游戏三国是最容易、最能做游戏的。你甭管是拍影视剧，还是说这个穿越的那种影视剧，哎，甚至是你就做游戏，你会发现三国是真的好写剧本啊，而且也好做。三国是真的啊，西游都没有三国这么牛，我实话实说。然后还有呢，就很多人说那四大名著里面那《水浒传》里面啊，你会发现真的没法做游戏。首先，《水浒传》的人物呢，大多数跟这个三国里面的人物高度重合，啊，对吧？你做《水浒传》，你说豹子头林冲，那不就张飞吗？对吧？豹头环眼啊，就是人称小张飞林冲啊。很多人说小拉你不对，那我看那个电影里面那林冲林家枪，那人家哪是张飞呀？但事实上啊，你要看原著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主要是张飞，你知道啊，像张飞啊。然后呢，你像那里面什么大刀关胜，那不就关羽吗？对吧？而且还不止一个关羽，还有什么美髯公，什么什么的。而且你像吕布，有什么小温侯，还有什么是赛仁贵，不是，反正拿方天画戟的人也一堆。哎，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啊？确实很难受啊。不是李逵是张飞吗？李逵不是张飞，那张飞。你们太小瞧张飞了。那三国里面的张飞，说句实在话，这个张飞福将啊，很多人说张飞莽夫不会用计谋，那你是真吹牛逼啊。那张飞这么说吧，就是刘备从起家到最后啊，当然呢，就张飞死那个不算啊，就是张飞给他立下了多大的汗马功劳。说难听点，不比关羽立的功劳多。你不得不承认，关羽要是说按演义来算，过五关斩六将，护送两位夫人，啊，再加上帮他守荆州，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那张飞何许人也啊，对吧？那整个西川理论上来讲，那基本上60%都是张飞打下来的啊，这很厉害的。外加上张飞呢，这个人他起步，对吧？你们看那个张飞起步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张飞有钱呢，刘备说，你看。对吧？有一人怎么样啊？空有一身本领啊，对吧？满腹，什么，就是说白了，这个想要恢复汉室啊，但是呢，怎么地，最后整了半天啊，原来就是你啊！那来吧，我家有钱呢，啊，我家有钱呢，相当牛逼的啊！起步资金天使轮有了，再加上这刘备跟他们走散了之后，张飞，对吧？张飞前往芒砀山之后，拉了一帮小弟啊，在古城相会的时候有这一段，古城相会大伙看没看见？就是张飞打了一个县城，就跟那个李云龙打平安县似的，有一个县城，有4、5千的人，他自己对吧？有点是吧？
那个起步资金，很多人说，哎，小狼你别闹了，4、5千人，那人家曹操上万，什么的，啊，什么那个什么袁绍70万，曹操100万，你几千人算啥？你要知道，想当年孙策，小霸王孙策，他用一个传国玉玺，对吧？管那个谁，管那个这个袁术啊，借了就是3000兵马。还不是5000兵马，我忘了啊，反正也是几千人，人就这几千人就打下了一个江东81郡，怎么说？哼操，这相当狠啊，这个人啊，就是咱该说不说的啊，这都是故事，知道吧啊？所以说张飞不灭，这个昨天我也强调了啊，就是咱这里不针对，咱不能说侮辱人家演员，但是咱实话实说，就跟那个豆瓣评分似的，你这电影拍的不好吧，我确实我可以评着稍微差一点，没什么说的。对吧？毕竟呢，比如说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是要赚钱，我们老百姓看，对吧？无形当中也是我们想增加体验的。比如说去看电影，对吧？我们也要买票嘛，对吧？买票我们也要花钱，我们有资格评论的，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就是那个慷慨演《新三国》里面张飞那个人，对吧？演什么人都像李逵，但是演李逵不像李逵。这里面呢招降不了了啊！只要你要如果上来就把这个甘宁秒掉的话，你才能招降这个甘宁。否则的话呢，这个一旦这个左慈出来了之后，你就秒不掉了。但这个左慈呢，它是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啊。他如果有这个的话啊，我就学了；没有我就学一声啊，我学一声得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识。好，来看看。这里面你看它的背景图呢是这样的啊，张飞跟周泰两个人这个皇城 PK 啊，皇城 PK。这里面呢，周泰呢也是猛将啊。你看咱们看那个合肥会战的时候啊，对吧？这个周泰呢跟就是孙权两个人啊，对吧？他们搁那会宴，孙权要请这个周泰喝酒啊，就是一个伤疤一个酒。每一个伤疤都有故事，啊，也挺感人的啊。不过三国这段历史呢，确实是牛逼啊！我实话说，就是你像那么磅礴的王朝，有的时候呢拍不出这种男人戏。三国是男人戏啊，是吧？就是给男人看的，很少有女孩子喜欢看三国。女孩子一般都喜欢看什么呢？啊，尤其是喜欢看这个《西游记》，当然很多人男人也喜欢看，这个时候老少男女通杀。但是呢，很多人说女的喜不喜欢看《红楼梦》呢？我个人认为，其实《红楼梦》，反正我不喜欢看，我承认。但是我认识的女孩子也没有几个愿意看《红楼梦》的，也没啥意思啊，觉得啊。但是女的喜欢看宫斗剧啊，宫斗剧相当喜欢看。哎，就上到《还珠格格》，下到什么咱们说现在就是《甄嬛传》，又什么。啊，《芈月传》啊，这种后宫的啊，就尔虞我诈啊，就这种怎么地了啊，什么这个给皇帝戴绿帽子了啥的啊，就这可愿意看了啊，这玩意儿就刺挠的啊，复仇，哎，必须得有复仇戏，啊，就必须得有爽点。比如说，曾经我被欺负个逼星，我直接鸟变凤凰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那种感觉啊，就是干。武馆写的周泰真肉啊，这个人。张飞呢，在《三国战记2》里面，第一个招式呢，选择用枪把来打。《三国战记1》里面是直接怼。狼嫂啊，看什么啊？什么狼嫂啊？什么狼嫂？好，我们看看这个少不汉水浒，老不汉三国。三国啊，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个人感觉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三国呢是他这个人物啊，据说有3000多个，对吧？有形象描写的人物啊，非常狠。西游呢就是讽刺意味比较多，三国其实呢就是讲人性，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吧？那确实是这样式的啊。你像三国里面也有很多的人才。咱们说啊，这个最近那个叫大秦赋还是大秦什么的比较火，但是剧情有点魔改啊，瞎改。这个甘罗12岁当上卿，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位置，
然后后来让这不是对吧？我听说是让秦始皇杀了，真实历史当中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的，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死的，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咱就说啊，三国里面有个最牛的就是这个孙权。孙权9岁的时候就去跟刘表谈判。你看大伙儿知道，就是刘表是这个孙权的杀父仇人，他能去跟人孙权谈判啊，也真是厉害。16岁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一把手。你像咱们看那个，全球最屌80后是谁？就是那个朝鲜人民劳动党的那个党委书记，叫金正恩啊，就是金三胖啊，大家伙就是知道是谁就行啊。然后呢，这个你想他是什么时候继的位啊？那你看他妈的孙权16岁就当一把手，而且干得非常好，活到了70多岁，相当狠啊。周泰跟周昌什么关系？就是都一个姓呗，500年前是一家呗啊。小狼知道典韦吗？典韦没啥好知道的啊，这都是曹操的风流债。曹操这个好色，我跟你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很多人说是色对健康不好，其实适当的进行这个性生活对这个健康是有好处的啊，真的是有好处的啊，相信我啊。但是呢，你纵欲就不行。而曹操纵不纵欲我不知道，但是他老想爷人人妻，知道吧？这个曹操啊，他一生当中做的这种龌龊事儿比较多，比如说曹操愿意那个挖人坟墓啊，大家伙都知道啊。曹操还愿意睡人媳妇儿，对吧？这也都知道。所以说他临死之前呢，造了72座遗冢，也就是说他自己盗墓，他怕别人把他墓盗了，所以说他，当然现在还是被人盗了啊。当然被人盗咱不说，但是确实是挖着了。2016年吧，还是2017年的就挖着这个曹操墓了啊，我忘了是哪年挖着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怕这个他走了之后，他媳妇儿被人说，大哥那个鹰你在逗我吗？那个夏侯惇那么胖，你能把人叼起来？你跟我扯犊子呢？金翅大鹏鸟啊，你把人叼起来还能再制空，太狠了啊！然后呢，这个曹操呢，就是临去世之前，他知道自己人死你茶凉，人走茶凉，对吧？世子是谁？人曹丕了，以后对吧？一朝对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曹丕的事儿了，我就完犊子了。但你看这电视剧里面那个鲍国安老师演的是真好啊！这曹操临去世的时候，眼睛都快瞎了，就是人走的时候真的有快看不见了啊，都快瞎了，演的那个真好啊，那个样。然后呢，这个给每一个媳妇儿啊，就是一些这个算是什么呢？算是就是一些财产，你就自己走吧啊，你就是吧，你去哪儿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啊。这真的啊，曹操这个人还算是有情有义啊，咱不得不说。虽然说他做了很多龌龊的事儿啊，而且这个人呢，人称奸雄，但是曹操呢，奸雄也是雄啊，这个人适合当主角啊，但是确实是，品德呢没那么好啊。但是想当年曹操可也是热血青年，对吧？人家刺杀董卓，你开玩笑呢，对不对？但后来呢，变不变坏我不知道啊。你要是站到曹操的位置上，可能你也会变成，对吧？你也会变成坏人，对吧？屠龙少年最后也会变成恶龙啊，对不对？想当年为了扶汉室，想要最后呢在死之前给自己的墓碑上刻上征西将军，最终呢不还是，对吧？还是大汉魏王啊，对吧？虽然说没称帝，但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啊。当然呢，曹操找人妻是这么说的啊。据说曹操呢是这么跟人说的，他说这个人走了啊，我把他媳妇儿接过来的目的呢是为了就是不让咱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这个寡妇啊，这个寡妇太多不好，所以说我带头就娶寡妇，哎，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事儿刘备也干过啊，你不要以为刘备没干过，刘备也是把那个吴仪的妹妹娶了啊，吴仪妹妹也是二婚啊。然后咱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最狠的是那个叫0050长沙贵阳，好像是武陵郡吧，还是凌陵郡，还是贵阳郡。贵阳郡的太守叫赵范啊，姓赵。这个赵云呢就去找这个赵范啊，就是说你投不投降？赵范说一看别闹了啊，这个刘备这人这么厉害，这赵云想当年长坂坡是吧啊？这打不过我就加入你呗啊！加入之后呢，这赵范啊就要跟这个赵云结拜为兄弟，俩人很融洽，喝着小酒，俩人啪起一瓶啤酒啊，开始咚咚咚啊，
那个老板，那个给我上10个羊肉啊，然后5个麻排，整上啊，那老虎菜给我整上，然后那个一会儿给我来个肚锅，给我里面加10个肚，5个木耳，然后5个那个海带根儿，好吧？啊，快点啊，快点啊，把酒请我上来，俩人唠不错，搁那喝着呢啊，搁那喝着滋儿滋儿的啊。啊，坠机了啊！感谢我们的阿明哥，阿明哥一手飞机直接坠了，我去，这是坠机了。sorry 啊，好了，感谢我们的阿明哥一手飞机，外加刚才我们的阿明嫂，这2个阿明都是不是一个人吗？但是不是一个号啊？然后还有我们的4700啊，一手办卡，非常感谢啊。然后这俩人呢唠上之后呢，这个赵范啊就开始跟这个赵云说你看啊，这个我呢，我有对吧？我有一个嫂子啊，我有一个嫂子，知道吧？啊，我这个嫂子呢。啊，因为我大哥呢，就是英年早逝啊。咱这个东西啊，咱实话实说啊，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咱跟现在也一样。这个很多人说以前他这个女的结过婚，而且女的结过婚，你就觉得就不想找，为啥呢？结过婚啊。但是呢，如果是丧偶啊，就是我家老头你老头呢？我老头出车祸走了啊，对吧？阎王爷亲自批的，妈的去了回不来了啊，就这。是吧？你这说他走了，那对吧？那这个还好点，他没有说过错啊。比如说俩人有点什么狗搜的事儿什么的啊，还有就是是吧？什么那个啊咋地的啊，争夺财产呐，或者说是啥的啊，或者说就性格不合，乱码七糟的，差点要死，赶紧吃上。这地图真的很难，因为这吕蒙本身作为一个小武将啊，没想到这个吕蒙血这么多。然后就把这个嫂子介绍给赵云，他说我这个嫂子吧长得也好看，但电视剧里面呢可能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但是这个根据这个记载啊，确实好看啊，确实好看啊，哎，就跟那个啥似的，就跟那个曹操这典韦，还有他侄子曹安民，还有他长子曹昂是怎么死的，不就是那个典韦给他找了个对象啊，给他找了这对象呢，就是这个张绣的那个叔叔张继，也就是张绣的婶儿。演张绣他婶儿那个演员是谁？就演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高翠兰呐，就那个猪八戒那个媳妇儿啊，就高老庄那个，知道吧？就那个演员啊。那这里面这个演员找的不太好啊，确实不好看。但是呢，这个描写其实就是文字描写是很好看。是不是？我家这个嫂子啊不一样啊，说白了，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啊，什么冰火五重天，什么啊，蚂蚁上树，什么红玉击鼓，西施捧心啊，分花拂柳什么之类的，什么活都会，反正就是好，而且呢长得还好看，人品又好，还喜欢大英雄，对吧？你看那个老弟啊，我跟你说，现实生活中啊，就很少有男人能够经得起这个诱惑，知道吧？我有个嫂子啊，意思啊，就是只要做你的这个妾室就行，不需要做你正室啊，就是大老婆不用，就是给你当妾就行，你就啊，猪哥又坠了，这怎么办？哎呀，我狼真是又坠机了啊！感谢我猪哥，我猪哥今天双飞了吧？今天双飞了啊，好点东西了啊！沙漠风暴，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个拿果冻喊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含着果冻，然后你这双坠啊，双坠。后来这个子龙将军，人家可不干这个龌龊事儿，人家说不行，严词拒绝啊！我不管怎么样，就别人说我就不行，就在乎这个名声啊，在乎这个名声啊。就是说这个子龙确实是这个人厉害啊，要不说嘛啊，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人有多少种欲望，大家伙知道吗？啊，多少种不知道，咱们可以罗列一下。比如说，人在吃上有欲望，啊，在色上有欲望，还有人喜欢权力，啊，有的人喜欢权力，对权力有欲望，有的人喜欢什么呢？控制欲啊，就是简简单的控制欲。当然，权力也是控制欲的一种啊。总体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人家佛家讲叫什么？就对吧？就是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让你能把自己给控制住了，那才是真爷们儿，知道吧？啊，这游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音频 bug， 有的时候呢，BOSS 发招的时候呢，包括咱们发招的时候啊，会经常会出现一个
就是快速的声音啊，就快速出音的声音。好，这里面4个 BOSS 外加孙权，真心难啊，兄弟们，你们不要以为好像看起来好像跟正常版本差不多，这多一个 BOSS 啊，他可不是对吧？你说他是瞎打的，他可不是瞎打的啊！噔噔边怼边腿左刺拳，训练有素。后来他说他练过3、4年泰拳，看来是有备而来啊！这个孙权联合豹子，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张飞，这好吗？这不好。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好好反思，以后不要再耍这样的小聪明啊！武林要以和为贵，哎，谢谢朋友们啊！这真心难打，这攒的这些宝该放，这4个 BOSS 跟疯了一样。孙权这么厉害，还会被张辽打败吗？孙权呢，确实也是长得高高大大的啊。据说孙权呢，这个曹操说，曹操的意思就是妈，我生个儿子你怎么不像孙权似的呢啊？但是呢，曹操低调了，曹操的儿子啊不比孙权差。但是曹操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妈的活的，就是寿命太短啊。这曹氏的寿命是真的是有问题。你看刘备的后代呢，对吧？那个北地王叫刘湛是吧？啊，还是刘什么的啊？那个还稍微强，有点骨气啊。他爹要投降，他死活不投降啊，也是一个悲情人物啊。怎么悲情的呢？就是在刘备的这个牌位面前啊，他爷爷呀在他牌位面前。先把自己家人、媳妇、孩子全杀了，然后再自杀，啊，死法跟这个公孙瓒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宁死不降，真有骨气啊，真有骨气。但是能力呢也是一般啊，所以就是他以后也当不了皇帝啊，但是能力也是一般啊，知道吧啊？而这个曹操呢啊，这个曹操呢就牛逼了，曹操的儿子呢，这个他妈的一个比一个死得快啊，其实。你什么曹昂那么厉害，战死。曹冲是吧？挺聪明的吧？然后那个病死，是吧？啊，然后呢，曹雄浑身是病。这个对吧？曹丕呢也是死得早，可能是因为天天3宫6院的啊，走的有点勤。最后呢，色是刮骨钢刀，以导致内分泌失调，最后嗝了啊。然后呢，那个曹植呢，犟眼子啊，也就那么回事了啊，死不死的无所谓了。这人犟眼子啊，这个人就是文采天下第一啊，才高八斗，但是就是情商太低啊，情商低。然后再就是那谁呢？再就是你看啊，再就是那个黄须儿，叫什么曹丕曹爽啊，曹彰，哎，曹彰啊，曹彰呢虽然说武力值很高强，但是也是个犟眼子啊。曹彰是曹操儿子当中武力最高的一个啊，有万夫不当之勇啊，开玩笑呢，但是最后也被玩死了啊。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再往后呢，孙子啊，曹睿啊，厉不厉害啊？魏明帝，你想这个既然是明帝啊，说明这个皇帝还是不错的，也是早死。啊，天天夜夜笙歌啊，一天巴不得火10个女儿啊，对吧？就像那个清朝的皇帝，一天就扛个墨西哥鸡肉卷似的，就一帮小太监，你把那个女的就扛过去，然后再扛回来，一天换好几个，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对吧？不行的，就是所以说也嗝了。你说曹氏的血脉啊，死的都死，就曹操还算是高寿的，我告诉你啊，曹操还算是高寿的。然后呢，这个孙权呢，这个人就确实屌啊，活到70来岁。后代呢，就只有一个叫孙休的人很厉害，但是也是死得早啊。古代的时候吧，其实寿命嘛，因为那时候的医学吧还是微面啊，那时候医学呢还是少。好，我们看看，咱们是要打这个吕布啊，咱们要打吕布吗？正常要引雷的话是进吕布密室。好，刚才我们的嘉兴大胖子送了一张办卡，我都没有看到啊 ，sorry 啊。墨西哥鸡肉卷是啥？就是那古代那个妃子，除了皇后啊，还有一些什么皇贵妃啊、父后的这种人，就妃子有自己的宫殿的人。但凡你是什么啊，比如说嫔也还好点，但凡你是什么贵人呐、常在呀、答应啊、官女子啊，
这种人，皇帝要临幸你的时候，比如说皇帝在养心殿，这时候呢你要去，那你是不可能是皇帝来找你，或者说你不可能说皇帝给你去，比如说这样的啊，来打电话，那个郎贵人啊，今天晚上咱俩整一下吧，啊，传宗接代。郎贵人说行啊，那个啥，那个老黄啊，就是皇帝的意思啊，就是那个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化妆，我新买那个口红，那4号我看怎么样啊？跟你唠会儿嗑，说那个你晚上那个啥，要不我给你整点那个炸弹锅啥的，咱补一补啊。你前2天你有点面啊，前2天可能没有个2、3分钟就完事儿了，我这也不爽。这吧，你没有这么唠嗑的，一般都是啥呢？我翻你的牌子，那敬事房的太监往那一跪，一堆牌子，上面什么皇后啊，什么啊，什么妃，什么嫔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这个妃子呢，如果来事儿了啊，什么叫来事儿了呢？比如说生理期啊，生理期可能这个牌子就撤掉了啊，你大概或者说是给这牌子上点一点红啊，乱七八糟的，大家伙能理解吧？啊，就这个意思。好，给这里打一个补下来，然后呢，咱们进屋，进屋里面就是吕布啊，隐藏 BOSS 吕布，打完吕布之后呢，给他杀了之后呢，就有方天画戟，相当的牛逼啊！不是敬事房，是内务府。敬事房应该隶属于内务府啊。内务府总管太监。好，这个很好看，头上没符的就是《三国战记2》好看，《三国战记2 P》呢。还是有那句话啊，也是有也能看到的，也能看到的。虽然说它没有符，但据说是能看到的啊。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看，我也不想学。大多数人都是用那个风书，或者说用那个火书啊，直接就把假的给搞死了。用法典还有密本。来看看白虎堂。哇！好，看看吕布就是帅啊，但是吕布为什么一身天蓝色啊？其实我应该说天蓝色还不是天蓝色，主要是有点绿。好，这个怎么打呢？你看咱们用这个降将啊，这个降将这个周泰拿着2个擂鼓瓮金锤啊，擂鼓瓮金锤，这个锤是李元霸用过的啊，这锤100%治晕。当然呢，咱们必须要连上这个4连击。如果是以前的版本的玩法是怎么玩呢？是前一个窜，然后呢再怎么地，然后他就是起身再晕。好，有老虎出来就难受了啊！这个老虎太讨厌了。3只虎，哇，真的是难，这个版本真的难，兄弟们，对吧？你说他是乱打的，他可不是乱打的啊。吕布。很多人说貂蝉跟吕布是2口子，人貂蝉根本跟吕布没任何关系，就哪怕是一些魔改版啊，什么叫魔改版呢？啊，就是号称啊，后来貂蝉跟吕布也走了，最后被曹操抓了，有没有这个版本的？新三国里演了，也有很多民间说的啊，也有这么说的啊。貂蝉毕竟是虚拟人物嘛啊，但是就算是跟吕布，那吕布也不可能把她当成正式的妻子啊，她不是正房啊，只能是妾。啊，这个吕布是这个意思啊，他有大老婆的啊，大老婆长得也好看啊。貂蝉跟谁是2口子？没谁说是2口子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睡过就是2口子啊，是这个意思。就像那个谁似的，就像那个咱们看那个《古惑仔》里面啊，《古惑仔》里面那个山鸡不有个表哥叫毛盾华啊，就是那小黑演的，就是他说啊，你要玩女人啊，就闪远点。等会儿，我方天画戟呢？啊！哎，怎么还不对呀？刚才那个剧情改了，我没看，这个是改版。他刚才是说的什么话？他肯定是有剧情，这正常应该跳出来啊。正常应该跳出来了，然后他又是这个地图，还要再打一次啊，兄弟们，还要再打一次的，哇，哦，还得再打一次，这个版本改的是真难。那刚才那个吕布打死很费劲的，又要再打一次啊，确实是赖啊。喂，怎么进密室了？这个是方天密室啊，兄弟啊。
这个是方天密室的，兄弟们。好，时间到了之后呢，会重置时间。哎，有方天了，哇，他是这么给方天的。好，有方天之后啊，就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这丈八蛇矛都扔了，这个人不忘初心吗？正常应该是。对，柯受良，这不就柯受良跟那个山鸡跟陈小春说你要玩女人就闪远点，然后山鸡寻思了寻思，那个，对吧？你都说了嘛。她是老大的女人，以前的女人，过去是 OK 啊。他说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啊，这个女的很危险啊，你玩的话，对吧？她有一招，对吧？一爽就掐人大腿。这个哎，他这个对话啊，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他也睡过，他也睡过啊。就是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表面上来讲他是老大的司机啊，他是老大的司机。然后呢，这个。啊，他跟这个山鸡刚来的呀，他跟山鸡说啊，那个你不能睡啊，然后说他一爽就掐人大腿，说明他也睡过，特别狠啊！当然这个也是梗啊，这都是玩梗。这版本用方天居然不进技能，100版本啊，好像是106，它是103、100、103、106，如果是106好像是不让用啊。它可以解锁这个必杀。他为什么老喊我的名字啊？我不知道他喊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的名字叫吴涵吗？哇！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瑶光哥一手办卡。就是奇门遁甲的坛子怪，有好多游戏啊，他就不想自己原创设计了，他想那个就地取材了，对吧？就把那个电影就地取材了。你看，用方天画戟居然可以选择那个练神龙摆尾，你看没看见啊？要死啊！一狙，好，这里面还有给2根身啊，60%，那个感觉好像防御力更高一些，但是咱们为什么选择用这个蚩尤战甲呢？因为这个蚩尤战甲可能防的比较好啊，它这个。比较防那个什么，防那个属性啊，比如说火属性啊、冰属性什么的。这么一算的话，防御力这个还是高一点啊。螺旋升天，我狼来瓶小啤酒。解说的时候，咱们最好还是先别喝，因为你喝啤酒的话会打嗝，会这个，对吧？好，这边的密室，正常我们的想法是，这个密室，这个牛这么肉吗？2个踩才能踩死啊？好，密室正常你要记到外面的那个什么，正常要记外面的那个它那个东西，然后再打里面的这个密室。有天罡劈水扇是吧？但是呢，咱们捡不了啊，用不了。以前复制三国官方叫什么版本？你说的是《三国战记1》还是2？《三国战记1》的话呢，复制的版本呢是115，当然100也可以，100你找不着啊，但是115就是可以复制，117、119都不能。当然，如果说你说《三国战记2》的话呢，就是《三国战记2》的204版本，204版本呢就是可复制版。你要在游戏平台上，它应该显示是204可复制版。那如果说是205的话，就是不能复制。LV12345什么意思 ？LV 就是 LV， 不知道什么意思吗？驴啊，一包驴牌包。LV 是等级的意思啊，它全称应该是 LEVEL 啊，应该是这个单词，就是它的等级啊，它等级高。而且就是有的密室，有的剧情，你必须要达到某一个等级，你才能这个解锁那个任务。如果你不到那个等级，不能解锁。我记得好多版本是这么改的，什么白兔密室之类的。这个游戏当中呢，你可以打到好几把方天画戟。比如说白兔密室的话呢，好像据说是你选3个人，赵云、张飞还有关羽都可以拿方天画戟。这样的话呢，就只有1把。这个游戏非常贴心的给它设计成了，就是在那个密室当中，你可以获得3把这个方天画戟啊，就是每个人都有1把啊，非常爽。对，这个方天画戟不进大招，这个非常爽。这就是我说的啊，他为什么把那个什么扔了，把那个方天把正八神猫扔了。
对吧？那张麻蛇矛确实没有用了。我有方天画戟，我要张麻蛇矛干什么呢？但如果说是106版本，你就必须得用张麻蛇矛了，因为有的必杀呢，你要没有这个张麻蛇矛的话，你用方天画戟它是解不了锁的。比如说神龙摆尾，好，再跟水镜先生。水镜先生居然不是仙人，水镜先生就跟现在的这种，就是他应该属于人才培训中心的这个人才培训中心的校长，他是校长，哎，他有什么好处呢？他呢就是而且还能搞猎头，啊，搞这种人才培训啊，人才这个输送。然后呢，庞德公呢就是他这个学校的最高级别教授，啊，庞德公。优秀学员有谁呢？啊，比如说卧龙诸葛啊，凤雏庞统，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徐庶啊，什么孟公威什么的啊，石什么什么啊，就是他是这个啊，白象方便面，好，这个一顿诸葛连弩啊，确实太厉害了。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再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他这种就是高智商人才的这个出生地啊，你会发现有好多地方，什么琅琊、什么颍川，这些地方是不是都厉害啊？什么南阳啊，全都是高手在这里出生啊。就跟那个人家说，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当官啊，当县官也好，当什么也好，你要雇一个师爷，咱们是官，要雇一些吏，官吏是不一样的啊。你要雇师爷，你看那个《雍正王朝》里面写啊，就是找师爷，是吧？对吧？这个我们这个巫先生是谁啊？绍兴人啊，绍兴的师爷就厉害啊。悲迷糊和犬神是哪个版本？那个是官方发布的新版，那个是正版，但是呢，好像不太好玩啊。不是我的意思不太就是好玩是好玩，但是不太就是你玩不到，好像现在有模拟出来吗？我不太清楚啊。我印象中好像是模拟出来了吧，然后但是我一直没说啊，那个犬神和那个悲迷糊是最终 BOSS 嘛啊。悲迷糊呢，它虽然确实是三国时代的，悲迷糊是三国时代的啊，但是呢，这个悲迷糊呢是日本人啊，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女巫。好。不是七星转生啊，七星转生不是啊，它好像是两个东西。当当，好，梦幽孟获。哎，我先把梦幽给搞了。他这个人物居然可以在空中血杀，也真的是厉害啊！好，这个是梦幽孟获两兄弟，老大叫梦洁，老二叫孟获，老三叫梦幽。啊，但是那个我要死，赶紧在空中取消啊！它这个是改版的一个特效，就是说我被他连招的时候，可以在空中马上血杀，这点也是非常厉害啊。孟老二，孟老三，对，那个叫盖世英雄，对。好，打这个大象的话呢。这个正常，如果说你有一个徐晃啊，那真的是爽，老过瘾了啊！噜噜噜噜噜噜，孟获有牌面。正常，这个大象应该是谁呀？大象是穆洛大王还是朵斯大王呢？我忘了是哪个大王的是有大象啊？人家召唤大象的是那几个大王。方天画戟带火属性的不是这个版本，它那个版本是《三国战记2P》，是2 Plus， 这个是《三国战记2》，但是当然也是改版啊。其实想加也能加，都轻版了还不能加吗？你就是这帮人不愿意加而已。因为那个真方天画戟啊，其实在那个2P 里面那个版本它是很没有牌面的。首先呢，它是一个隐藏要素，你必须得在开局选人的时候调出来。你不调出来的话，你就是按照它的流程打，它也不会出的，你也撞不出来的。你必须先把方天画戟调出来，方天画戟、令旗还有虎符，都得是在那个选人画面上调出来的啊。然后呢，调的话呢，就是有方天画戟，然后在第3关打死张合就会给你一个真方天画戟。但是呢，明明那个真方天画戟呢，作为一个
听起来、看起来加上火属性就比这个方天画戟要牛逼的东西，但事实上呢，实用性是不如方天画戟的啊。今天跟包王击剑吗？对，跟他皇城 PK。对呀，我不吃几个花生啊，我一会儿又要低血糖了啊。今天我吃饭吃很晚啊，我4点钟才吃完饭。对吧？好，终于把这个大象打出来了啊！有大象，你就是个老大爷；没有大象，真的你就是个弟弟，知道吗？啊！好，蛮王藤甲不吃啊，太怕火了。狼哥你好，问一下素人是什么意思？素人的意思吧，其实我知道你肯定是想要皮一道，想让我勾引到就是。AV 女优当中的素人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素人的意思呢，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跟你讲，他的说法就是非职业的啊，间断性甚至是一次性的东西。比如说素人演员，对吧？你像跑龙套的也是演员，他也是专业的，专业跑龙套。素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真是啊，就是在拍这个剧情。突然就缺这么个演员，啊，突然就缺，剧组里面没有适合的，没有这个形象的，没办法。但是你拍，你今天不找人拍，废了，没了。你不拍，全组人干不了活，那一天就点十几20万的那个费用，咱就还不算说给演员的钱，耽误时间的钱，怎么办？对吧？你要不然呢，就是跑到这个学校表演系的，可能找一找人，或者说。哎，正好大街上看着一个，比如说你想找一个演那个黑社会打手的，必须是一个胖子，啊，大胡子，胡拉碴的，你不好找，怎么办？对吧？就素人，这个非职业的，啊，这种人呢，一般都是要找本色演出的，就是我想要找什么形象的，他不用演，他往那一杵，哎，就行，啊，或者对吧？或者说很多这个，你像有很多这个张艺谋，他就愿意找这个所谓的素人演员。当然，他可以把这个素人捧红，这也一样啊，没意思啊。而这个 AV 里面啊，素人啥意思？就是他不是职业女优，他就是这个星探呐，到大街上，或者说有一些人就缺钱了，就现在来讲呢，比如说你看有援助交际什么的啊，就是这个女优吧，她就是她拍这一部，她就拍一部或者拍几部，她不说退役，她连干都没，就是说就没有说退不退役的事儿。她去了之后。啥意思呢？就是我就拍这1、2部啊，尤其比如说我就拍这一部吧，啊，拍这一部，这个多少钱？一般是这种啊，给的钱少，就真的这女的可能是应急用啊，应急就比较少啊。好，看看，怎么感觉超管要来抓人了？超管。没看你狼现在17万热度，开玩笑呢啊！实话实说的啊，我狼现在这个回之后啊，有牌面，对不对？虽然说这个都是虚的啊，真正说有牌面，还是这个贵宾。你看这贵宾430来个，这是啊真实的人气啊，这是真实的啊，对吧？这贵宾大概的意义上就好像什么叫贵宾呢？就是可能是送过礼物的人就是贵宾。啊，大伙儿是吧？我听说今天好像说是那个，大伙儿如果送礼物的话，那个可以那个有双倍那个啥，太嘚了啊！普及一下知识。对呀，我这属于教育口，对吧？我只是教你，我怎么了？对不对？素人演员啊，还有一些伪素人啊，就是这个系列挺有意思的啊。什么叫伪素人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无良厂商，他欺负你看的少，知道吧？他欺负你看的少。什么叫看的少呢？有的人喜欢看素人，就新鲜感的，有那种真实感，就是他不是职业的，反而越不是职业的就没有表演的痕迹，他是真演真干，对吧？就那种感觉就是啊，是不是？但是呢，有一些厂商嘛，他有一种系列，就什么街头什么的，比如说这个女优跟人处对象，然后呢。然后自己被人偷拍了，就倒撮啊！就大伙儿不知道懂不懂啊？就是
但他又不知道其实都是路子啊，这都是那个剧情里面就是其实早就知道。但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冒充素人，就是好像这个大伙儿谁都不知道啊，就这个演员其实是名演员，但是呢他装作一个好像没演过的样子啊，然后呢这个还要装作就是啊那个参加什么活动，比如说什么魔镜号，魔镜号啥意思？就一个车啊，这个车呢就是你在外面看不到里面啊，这是个镜子啊，那种感觉就是看不到里面，里面能看到外面啊，这魔镜号。还有那种泳池，那个泳池就是啊，就是装作自己没拍过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啊，点到为止啊，对吧？就是右拳放到他的对吧左眼上啊，放到他的鼻子上，对吧？没打他，我笑一下，准备收拳，因为这时间按传统功夫来讲他已经输了啊，我这一拳一发力就把他鼻子打骨折了，对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啊。好的，又是一个密室啊，这个我们管这个密室叫胖子密室。大概这个情况啊。那个泳池已经不接那个 AV 了啊，那个这个是真事儿啊，他为啥不接了呢？因为这个现在 AV 界景气不是很好啊，他这确实景气确实不好。然后这个 AV 界的景气不好呢，再加上这个再加上呢成本很高，然后那个场就是那整个那个泳池啊，它清理一次太贵了，你拍完了他就得清理一下，你不清也不行啊，对吧？那然后呢，他为了赚那点钱，后来寻思不接了，干了啊，爱咋咋地吧啊，就真事儿啊，这都是啊。现在你看这日本这个 AV 产业也是夕阳产业了，不好干。现在不都是什么啊？懂行的不都是什么国产之光，什么麻豆SWAG 啊，还有什么果冻传媒啥的，懂的都懂，好吧？哎，懂的都懂，多了不说啊，兄弟们啊，这个意思啊。好，看看接下来啊，这个密室开始一蹲，然后进去的话呢，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博学师，米郎必须专业，我实话实说啊。好，看看还是要等。这个密室难道也是放电话机吗？天罡劈水扇啊，给了一堆补啊，给了一堆补。有牌子的兄弟好好珍惜吧。不是我跟你们吹了这么半天牛逼，咱说实话，我该说不说的啊，就是让咱们大家伙送办卡、送飞机、火箭，肯定就是你们一句话，就是下次一定，对吧？肯定就是对吧？白嫖了。但是呢，有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大家伙送的那个，有这个老板，像朱老板呐什么的啊，这是送的这个飞机那个宝箱，我不相信你没抢到一些那个小礼物，对吧？荧光棒啥，你送点是吧？你这个咱。就是都等你狼那个啥，等你狼有能力带货，或者是有能力那个抽奖的时候，你狼也肯定会给大家伙整点福利啥的。但是你现在不是你狼现在不面嘛啊？这个希望大家伙呢整点这个下次不用下次一定啊，这次啊，你就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女王似的，对吧？那唐僧不要脸啊，女王陛下啊，若有来世啊，怎么地？然后女王直接说了，我只求今生，不想来世啊。然后女王跟那个唐僧说玉帝哥哥。你不去取经好不好？然后弹幕上写的全都是不去取经你咬我呀啊，都是这个是吧？宝箱次都是空的，那怎么可能？那你太欺负老实人了啊！当我不存在啊？那荧光棒总有吧？对吧？荧光棒总有吧？这粉丝荧光棒你能加点粉丝牌是不是？啊，对不对？好，看看这里面。哎，你看，就是第一先吃啥？先吃军令状，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降将是真的好啊，没有降将你玩不了。说一晚上了也不口渴，我确实挺渴的。一会儿我要不就喝一个纤维可乐，要不然我就喝点茉莉花茶。传说中我兔老板给我整的高碎啊，我说不喝我对不起他，感觉。
对，有的时候吧，这个小兵死了还是那种声音，有的时候死了是另外一种声音啊。这个叫啥？妹妹家的军师卧龙又是谁？就是你们这个改名字吧，我改的名字我是真不知道是谁呀，真的。你比如说，你像小狼改名，要不叫深邃狼眼睛，要不叫终极小狼，要不叫就是解说小狼，对吧？尽管我改名字了，但是呢，那能听出来是谁呀？能看出来是谁？你们这个名字改的我是真懵了啊！好了，感谢我们刚才的这个 VAPE7 CAO 赠送的3张办卡，以及我们的老青啊，直接一手。哎呀，就是这舔王是真有点东西啊！在直播间里面，咱们就不要说绰号了，好吧？咱们还是要说一些 ID， 要不然这个不好啊。记得了啊！这个土鳖哥啊，很多人说小狼你真他妈不要脸，人家就算是土鳖，那个名字叫土鳖，你居然管人叫土鳖。然后后来我是这样的，我研究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叫。但是呢，这个土鳖哥说了，说你就这么叫啊，你就这么叫，哎，我不生气，哎，就这么叫挺好，我这是这个意思啊。好，还有我们杂牌啊，杂牌哥一手办卡，这真事儿啊，就我跟你说，就能体会到家的感觉。在我狼直播间里面，我狼在这儿嘣巴巴的，哎，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终于是已经1个多月了，我现在应该是练了33天的腹肌，我今天一照镜子啊，一拍真的有。虽然说呢，还不是特别明显，真的是有块儿。我再练2个月，我感觉我都6块腹肌。我到时候我实话实说啊，我都可以做健身主播了啊！你想想，我从一个210多斤的大胖子，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壮男，这期间对吧？这不值得吗？是不是？也就是世界上一定要小心3种人啊，一种人呢叫做。这个能戒烟的人，另外一种人呢，叫做能跟对吧说分手就分手那种人，第3种人就是传说中的能减下肥的人，就是神啊，都是屌啊！感谢我们的季贤度能 ZYF 赠送的办卡。我是1.79米，净身高1.79米啊。为什么很多人说那你就说你1.8米得了呗？我必须要严谨一下啊，必须要严谨一下。这个净身高是1.79米，穿上鞋了可能1.8米多啊。胖了，反正胖的时候胖不显个，兄弟们，瘦呢其实也不显个，但是除非你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瘦的话呢，你要驼背啊。现在有好多人都驼背啊，经常你看，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像小狼现在搁这直播，就是左顾神经贴啊，这对吧？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就只能说是控揪机啊，就是打这个电话啊。就是但是呢，你像我经常锻炼啊，有的时候锻炼跳绳啊，有时候还好。以前毕竟也是职业舞蹈演员，虽然说是非科班出身，有方法啊。10点和包王是赞助嘛？是那个郑老板这个赞助的啊。我主力包王3问，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哎呦我这个硬汉啊，他这个。你血杀的时候咱是无敌的就不说了，然后这个夏侯渊就听，各种硬直，各种硬汉，相当厉害。难道不应该说分手就不是我说分手就拉黑那种啊？不是说拖拖拉拉那种啊？好，哎，你看刚才一波小弹幕，看没看？刚才一波小弹幕加上一波小礼物，瞬间从17万的热度变成了将近20万。大家伙热闹起来啊！就是在我狼直播间嘛，就说白了吧，有点难。就是大家伙听我狼直播吧，入迷了。我狼这个对吧？这个节目这个就是我是唠嗑，大家伙确实喜欢。听时间长了，就光听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鼓掌了，也不需要发弹幕了。不像有的人嘛，可能玩游戏，比如说发挥失误了，然后大家伙嘲讽一番是吧？啊那种。你像我这个，就有时候唠着唠着，大家伙都不说话了。为啥不说话了呢？因为这个节目太好了，就动情了，兄弟们啊！好，张辽牛筋底儿的嘎达鞋啊！这华容道是打华容道多少王？看，先是张辽和牛筋1人4管血啊！真的是难啊！这个版本难的有点难了。
拳皇02的录像，他们打比赛，我们其实是可以说的啊，但是他现在不是没打比赛吗？还能动情，对吧？就是微微一应，略表尊敬，是不是？哎，你们信不信啊？就是说，咱们先不说长相啊，就是我狼长相呢，可能虽然说是一般化，但是呢，这个就是如果要是不看长相，就光听声音，我要是温柔起来，我要是那种贴心的那种小哥哥，对吧？如果说咱们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这个紫碧罗一挡啊。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个张飞啊，他首先呢在打牛筋的过程当中呢，一个狂风式，而这边的张辽他非常不要脸的召唤了一堆小兵。我们看看这个张飞之类的。假设是这样的话啊，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妈的中老年妇女杀手啊，这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不挑的，知道吧？非常很骚气的那种感觉啊。按你说，就是无数个这个人听了我的这种，对吧？你刚才那股骚劲儿呢啊，听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湿了啊。黄河之水天上来，确实难啊，兄弟们。这个版本好像它好像无限必杀一样，但是不是的。第一，咱们这个游戏是有士气的啊，必杀也是有伤害的。再有一点呢，就是也不是无限。还是需要再捡这个必杀，然后包括也杀兵嘛，对吧？是这个情况。在我狼直播间真是啊，就非常欢乐啊！我要是真的有一个热门游戏，我玩的还不错，挺好的啊，就是民间高手就可以，不需要说我是职业玩家玩的特别好。然后呢？那我这个吹牛逼的这个成分啊，我觉得真的很强。现在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什么狼人杀、剧本杀什么的好玩吗？那玩意儿能直播玩吗？那整那个就靠忽悠是吧？啊，反正呢啊，就据说那个我要玩那个的话，那我就牛逼要死了，是不是？金乐团，你以为对是好？金乐团我可以承认是我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民间高手，当然也只能说是民间高手。而且在民间高手之中也是排名稍微面一点那种，也不是特别厉害啊，反正那个意思。好，司马懿，感觉我狼不适合。司马懿再加程昱这两个妖道啊，这俩人太厉害了，这不好打的，尤其是这个小木头人，一定要给他搞死。这木头人贼好的。你选他，那你有这个徐晃，对吧？你有徐若瑄，那确实厉害。有徐若瑄的话，那就可以了。他选择卡这个司马懿。你看这个徐晃这个伤害，徐晃这个伤害太高了啊！长大我要当太空人。好。我觉得你干烧烤能挺有意思，啥叫干烧烤啊？你给我翻译一下，啥叫干烧烤啊？好，哎，你看这个程昱特别有意思啊。理论上来讲，他是主 boss， 他死了之后呢，他应该一个瞬移之术啊，然后呢到这儿跪着，然后说一句主公饶命啊。然后呢，现在的司马懿没死，还要等司马懿，这个设计非常逗啊。好，无限连了啊！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不能被无限连，所以说能被无限连是吗？这哥们召唤蛇是有点东西啊！好，直接挠死。然后你看，你把司马懿打死之后，这程昱还搁那跪着，我操，你还搁这跪着啊？起来吧，平身，谢陛下。好，英雄饶命啊！无用废物，留你何用？后我叉，后我 KKO。先跪好啊，这最后还是死。舔狗，应有尽有，不是一无所有，对吧？
真是舔狗太狠了啊！我妈不让我找姓李的，因为啥？因为张家长李家短。操，这是舔狗啊！终极舔狗最狠的就是操。高义后面应该必须要跟上你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杂碎啊！舔狗，舔王还说啥？舔王那真是舔到最后应有尽有啊！舔王说句实在话啊，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舔王的功夫这么说吧，就是大伙儿看过那个啤酒瓶子吧？舔王的舌头能从啤酒瓶子里面，就是啤酒瓶子最底下能把舌头伸进啤酒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啤酒瓶子里面那个黄豆给舔出来。你变态是吧？啊，这人高义趁热鼻祖啊，确实是啊，趁热鼻祖啊。这张敏有点东西啊。好，孤又有何罪？天为何亡我？一个向天再借500年，最后万箭穿心把自己扎死了。哎呀妈呀！好，我们看看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曹操也终于是嗝屁了。这个版本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变态的 BOSS， 但是呢，曹操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曹操不是很厉害。我记得以前有什么鬼曹啊，什么神曹操啊，就相当变态的。不过呢，这个游戏啊，真是有点难度。但每打死一个 BOSS 呢，给咱们爆了很多东西，也不错。这么一看的话呢，这个叉 Q 5个9啊，还是确实牛逼啊。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会解说貂蝉的这个一命通关。在片尾的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叉 Q 5个9给大家伙表演的精彩表演，同时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一键3连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